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，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，我们内部消化一下，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。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，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天地良心啊，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。包总，先别急着喊冤，我们一项项看嘛。我们先看水泥。我对比了之前2期厂区的报价，我们没涨价呀。对，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。谈的怎么样？丁总，这总价算下来，我们都没利润了，实在做不了啊。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，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。包总，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行情不好，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嘛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，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。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、笑眯眯的，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，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，给我们留了空间，过得去吧。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，他看起来不好糊弄，一次干好，免得返工。行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她不管事，过来嘛装装样子、镀镀金，好升职的，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，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，回头大家都好做嘛。没想到他来真的，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。林总，他们厂的副总经理，就长得很帅那个，不然还有谁？真的假的？我听说他有甚远的背景啊。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，谁知道呢？嗨，车来了。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？今天林总特别忙，一整天都没见到面。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，好像有啥大人物来的。我说呢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？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！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。行啊，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，周6跟我们去周庄玩。周6我要去他家吃饭，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。那我们改时间，周日也行啊。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。我料到你重色轻友，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。那是你们约得太晚了，今天已经周4了，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。下周末2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。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，别说我，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。西光固然重色轻友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水开了，下面条了。你慢点吃，喝点果汁。你又买了？这个有果肉，好喝。对了，我问你们件事，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？肯定有人说，但是还好啊，就是议论几句，这也很正常嘛。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，还有人议论呢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，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，被我听到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。关他们屁事啊！你明明多干了活，之前加班也最多，还徇私呢，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。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？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。哎，算了，别生气，我也没生气。那，给。
真的？真的啊。首先呢，他们这么说，说明我杀价到位了。其次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，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，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，他被人说应该的。对哦，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，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，是吧？哎，没办法，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，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。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啦！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，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。什么？你说邀请英姐、雨华一起，那也不行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我们坚贞姐妹情，夜宵不能移。手下留情啊，姐妹，夜宵可以移的。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，我就在公司停车场。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哇，西瓜，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？感觉好刺激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？我有吗？那我检讨一下。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？今天去区里开会，被领导们叫住，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。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，区里非常感兴趣，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，可以申请补贴。真的吗？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，暂时还没回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。完蛋了，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。林总啊，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薪价了，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。光伏行业不好做，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。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具体定在哪一天？咱们宜早不宜迟。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，周4就是黄道吉日，一栋楼开工。好，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，有2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，还有2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。我们新食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，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，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，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来这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。这位是我们双元股东之一，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。你好。您好。欢迎欢迎欢迎2位来苏州投资。
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，这么隆重，来了好多人。正常，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，我们好歹是造房子。也对。这两位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？张总说的神秘嘉宾，要不你叫他们阿姨？西光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看这里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。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我是主持人，我先上去说两句，抛砖引玉，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。张总啊，客气了。今天我非常的荣幸，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迎来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园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。我谨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。8年前，双园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。张总啊，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，就不多待了。啊，那我送任主任和毛局。李森，对，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，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。好，那麻烦林总了。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，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。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，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？行啊，小聂，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。好，我把画篮放了就来。好。好神奇哦！嘉宾居然一眼相中，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，为什么呀？难道？英姐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。啊，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？暂时没有了。啊？王总留步，你先忙吧。好，那就不送礼了。电池和组装生产线，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，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。实验室在电池厂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我最感兴趣呢，就是这个流光花园。哎，西光，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，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，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，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。你看，你看，还谦虚上了。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，把事干好，这还不了不起吗？哎，舅妈，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？你偷偷摸摸的，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和你妈学你啊？学我啊？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。吓你一跳？给我惊喜。西关跟我提过，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。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，为什么没看到他？华总性格直率，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。他嫌浪费时间。哎，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华总呢？我早上跟他说过，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。老大在实验室呢。哎呀，他又忘了我跟我们说了，我去找他，你们先坐。我手机呢？哎呀，我手机呢？
快帮我找找我手机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。不是，老大，老大，干林总人来了，就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这儿。林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实验室啊。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.5个点。真的？数据稳定吗？反复测试了很多次，看浮动没有超过0.1。我们去实验室。好。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我还想问问他光伏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。这个时候，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，肯定是叫不动的。BIPV 的技术方面，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，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，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，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。他是这样的，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，一旦干点什么，就一定做到最好。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。不过舅妈，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，粗浅的我可以解答，要是有拿不准的，我去帮你问华总吧。行，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的啊，你看，灵光花园光伏板总面积达到460平方米，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，这个发电量稳定吗？你们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成本上浮了多少？小林，你们这个 PE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，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？肯定会下降一些的。不过 PE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，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%的水平上。有这个技术在手，双远未来可期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张总，快坐。来晚了。我们也刚到一会儿，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，等着你点菜呢。那我就不推辞了。来。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，必须来一条。然后小牛上湖。399，我在外面吃饭。卤鸭。盐水河虾。我知道了，谢谢399提醒我。好，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。这个，桂花鸡头米。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？对。最后1人1碗3虾面，来，你们看看还有什么？够了够了，我们节食呢，这些已经吃不掉了。也是，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，就这些吧啊。于森，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，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？是。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，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，直说吧啊！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。知道什么呀？跟我们有关。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，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。难道西光爸爸不同意？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，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。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，为什么呀？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？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。西光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，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，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。而且你可以放心，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，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，就一定会完成。那好吧，那
看看情况再说。其实相比起来，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。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？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，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。哎呦，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，那叫习惯了吗？所以，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少了2根木头。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？你就不完整了呀。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。那我说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1根木头都没有少，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再改。还要等下次？对，我先走了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，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聂总，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9点，会议时间大概1小时，10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。检查先取消。江苏商会的陈会长10点半到公司来，你中午在里湖宴订个包厢。好，下午2点动收。你今天在不在公司？我有事找你。进来。聂总，江总来了。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？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。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意是什么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，我清楚什么？聂总，江总，请用茶。谢谢。那我就直说了，盛老爷子要把双远的股份赠与林雨森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去盛家那个宴会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那天正好我没有去，要是去了，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，却跟着舅舅出现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你就是因为这个，这些你来质问我，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？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平日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。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？
当然不是了，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？我是在商言商，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，想要完整收购双远，我正打算说服盛远把双远卖掉。若是盛远转让给了姓林那小子，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。光伏这2年是很难，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，熬了这么久了，眼见黎明将至，在这关头卖掉双远。哎，谁也不是傻子。国家是出来一些政策，但并不如预期，市场反应冷淡。下一轮政策何时来，力度如何还是未知。况且，科技企业有多烧钱，你心里没数。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，资金不愁问题。现在盛老头子嘴一张，把他送给了林宇森，林宇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？以后光伏行业就是大鱼吃小鱼，没有盛远做后盾，双远走不远。所以无论卖不卖，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，我当然不能同意。哼，聂总真有趣。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，如今你发达了，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。不说远程，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，哪个不是白手起家？你凭什么认为双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？你叫的倒是亲热。你知道林宇森是什么人？就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？你这话说得对，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，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。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。下一阶段集中精力在地产上，光伏未必做不起来，但是哪有房地产稳妥高利润？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卖给我吧，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。市价多少，我照单全收。啊，当然，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。你打算出来做光伏？我没这个打算，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，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。你卖给谁不是卖，我收了也是一样，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。我不过在商言商，你这样一弄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，唯利是图，里外不是人。你还在乎这个？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，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。行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，在女儿面前表功，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，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？你要双远的股份，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，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。我留的那点股份，不过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留的一点念想。没想到你连这都容不下，要把我彻底扫地出门。你这么说就没必要了，在商言商罢了。况且你已经脱离了集团，该拿走的也拿走了，对公司也没贡献，留着也没意思。我有没有贡献，不是靠你来评判的。但是你要觉得我没有贡献，我也不介意。反正不影响公司每年要给我分红，你不情愿，我还更高兴呢。西光对光伏行业有兴趣，我给他收购一家不算难事，不是非要双远不可。你怎么还奇货可居起来了？居然要挟我！聂总啊，聂总，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。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，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。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，那后面怎么收场？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、枉做小人，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还是说，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，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，把女儿
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，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。走了。江总，我们去哪儿？你绕着公司外面开一圈吧。王律师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看我新头像，藏好了。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。妈，在做什么？在画图什么的。西瓜，妈妈昨天找你爸爸，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。爸爸怎么说啊？他为什么反对？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，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，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。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给了小林，那小林肯定不会卖，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。这个时候出售双元，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？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，不过我向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。妈，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。那爸爸同意了吧？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。不，他拒绝了，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，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？你不要答应他，你一定要拒绝掉。我当场就拒绝了，但是回来后，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。西瓜，妈妈刚刚见了律师，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。妈，不行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宇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，不会在双元。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，你真的别冲动。
哎呀，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等等我。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，但我现在就回去，你等我啊。妈，妈，你回来了？回来这么快？你没跟我爸说吧？你真的别这样，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。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，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。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，以后不会在双远投入很多心力的。等一下，妈妈做出这个决定，并不是因为你，更不是因为小林。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，关妈妈什么事？希光，妈妈是为了自己。来，我给你熬了银耳汤，我们坐下说。在长白山的时候，你抓着我，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，她问我在做什么，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。她说了句话，让我想了很久。盛阿姨说什么？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，不过也有点可惜。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。盛阿姨说的对。于是我就开始想，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？我喝茶插花，游山玩水，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从来都不是呀。可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有一天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，我在证明贤惠。贤惠？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。其实刚离婚那会儿，我是后悔过的。毕竟，相伴20年，怎么会没有感情，没有依赖？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，是不是放弃得太轻易了？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，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，我越是难过，越要决绝地斩断，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，面目全非。那会儿，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，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。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，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？记得。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，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，还说你想复合，爸爸不同意。那会儿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，说到最后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，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，野心太大，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。我心里觉得很冤屈，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，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？于是离婚之后，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。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，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，不爱慕名利，没有野心，所以我就喝茶插花，游山玩水。当然，这些事情并没有错，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。我竟然在证明我是贤惠的，甘于奉献的。你们外人误会了我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。我知道哪里不对，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。直到在长白山，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，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。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。枉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，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，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一直都没有发现。但是你有这些想法，也不能怪你啊，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。而且我一直都觉得，
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。那远远够不上。提起远程，99%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，而不是我。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，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。优秀在哪里？真正优秀的人，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。我并没有。那也没事，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？妈妈，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，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。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。你爸爸提出的时候，我刚开始还很气愤，可是后来转念一想，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，心里无比的清爽。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？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？逢高把股份卖掉，拿更多的现金在手，什么生意做不得？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？走出去被人介绍，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。所以，习光，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。甘为人后那么多年，快到知天命的年纪，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。不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就是想去做点事情。习光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小时候就明白的。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，与众不同。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，你们出差，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，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：“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，也太不顾家了，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。”外婆特别生气，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：“我们家阿云的云，是凌云壮志的云，不是闲云野鹤的云，你懂什么？”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，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。外公外婆让我别讲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，但是隔天会给我加彩。妈妈，你每次去接我，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。说了这么久了，来，尝尝妈妈熬的银耳汤。妈妈，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远的股份吗？真的，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。那就是说，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。你不用那么大压力，妈妈呢，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。你想自由，依然可以自由的。如果不想做了呢，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。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。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，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啊？小莲开车送你回来的？对啊，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，他说不放心。到了以后，我让他上来，他又说不合适，就说在楼下等我，没事了他才回去。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？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走吧，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。啊？
老妈，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，你不养生啦？明天再养，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。合同没问题了。林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。辛苦孟总跑一趟苏州。老板，还没下班吗？在等你一起吃晚饭。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。晚上呢，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饭。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。我们在宿舍吃，怎么带你啊？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，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。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。要走了吗？我去关灯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除了下车要亲一下，下班也要吗？对，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。我不需要兄弟时光，和你的闺蜜们改个地点，不要买单。不行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了。这样，那你多迟到一会儿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西瓜，你要吃辣的吧？微辣行吗？不用，一点辣都不要。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组了？鱼豆腐好辣。你的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星光，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，关于我的，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。那都是老黄历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没兴趣聊了。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，他的家事。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源董事长的外孙，
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，最近转给了林总。对，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续。你口风好紧，都不跟我们说。哎呀，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嘛，突然提也很奇怪。天哪！原来林总出身豪门，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。这么说起来，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，而我疯狂沾光横走公司。我有个问题，既然是梦想，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？因为我就只有一个闺蜜，可以有很多个。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？有道理。来来来，干一个！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。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，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。起码吃喝玩乐可以。怎么沾啊？琪琪财务应该知道，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雨森，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。对，那是我妈。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，靠闺蜜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为什么要靠男人？我格局打开了，来。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，连续抛弃我2天的原因。对呀，我不好意思嘛。那瞒了他们那么久，我总得有点表示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牺牲了我。怎么会？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，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，我是不是很体贴、很热情？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，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找他玩，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。来，你还要再做一次吗？今天不用了。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。野猫？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，一家4口，眼睛圆圆的，超级可爱。我们去找它玩嘛。眼睛圆圆的，那不是像你呀？说不定就是我13多年的姐妹。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，不需要带礼物吗？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，先去认个亲，换个脸熟。陈阿姨，我们今天吃什么啊？今天吃火锅啊！你们找到猫了没有？找到了，可是雨森一靠近，人家就跑走了，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。是不是饿了呀？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？马上就弄好了。要的。哎，谢谢。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，我就弄了这些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？哦，够了。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。对呀，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，以前从来没有弄过，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。你的大学同学思亮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思亮，喂，习光，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。来上海只找小凤，不找我是吧？哎呀，刚刚说漏嘴了。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，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，我正好闲着没事嘛，我就叫他来陪我。闲着没事儿是吧？那正好，明天晚上我过生日，请大家吃饭，你一定得过来。哎，来嘛，这不正好顺路吗？蓉蓉有事儿来不了，你再不来，
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。好吧，那你生日宴几点啊？在哪里？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。那明天见啦，我去通知别的同学。嗯，好。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。哦。我本来也不想去的，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？所以是陪我，顺便参加。当然。所以明天呢，我们各自行动，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，1小时起码1条。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，你吃了什么，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。这么多要求？不行啊，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，你不要服务周到。要，任凭聂小姐差遣。嗯，对。啊，没错。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，您看了吗？对一下，今天开会。对，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，包括像市场分析的机会评估。咖啡来了！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热门的。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，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。约会都没时间。凯文，你能喝咖啡吗？还是别喝了。我给自己点了牛奶。哎，我上一段恋爱啊，就是太忙了分手的。哎，所以呀，还是建议找同行，大家都忙，能互相体谅。哎 ，Chris， 明天生日怎么安排？Chris 明天生日，太好了，我需要 party。我不需要，我太累了。啊，明天白天我要睡1天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就明晚，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。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。行啊。好啊，可以。周，你来吗？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？当然没问题啊。那抓紧干活了。好，早干完早下班。喂，周辉。周旭。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思亮生日，我叫了几个老同学，大家一起去吃饭呗。这么巧，我同事也明天生日，刚答应参加。啊，行吧，那我跟思亮说一声，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旧人啊。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，你才重要。要是你生日，我肯定空出时间来。行，社会锻炼人。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。以后啊，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。滚吧你！滚了，我先挂了。就庄旭来不了，说正好他同事生日，今天他先提前答应别人了。他不来也好，我喊了西光，他来的话，西光说不定尴尬。你这么在意聂西光感受啊？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你挂了。西光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？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？聂西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，喜欢背后说人是非？你喝多了。你就当我喝多了吧。你大概不知道，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。明明不是本地人，却不住校，
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。来完我们宿舍的人，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你又从来不说。还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。盛气凌人？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，要不你用大张旗鼓？你别打岔。好吧，我只是胆怯而已，所以想要大声一点，增加一点勇气。你继续。后来，庄旭的母亲病了，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，希光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吓坏了。看你随随便便，不用问父母，就能拿出几万块的样子，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。后来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，那天银行人特别多。叫号机又坏了，窗口排着长队。可是你一进去，那个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，就能去旁边的贵宾室取钱，完全不用排队。庄旭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？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，也很正常啊。而且那个窗口本来就是 VIP 窗口啊。对 ，VIP 窗口，这么理所当然。其实那天就算没有 VIP 卡，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，大家也会让我们的。算了，我跟喝多的人争辩什么呀？思亮，你是不是喜欢庄旭？是，我是。庄旭那样的男生，英俊又有才气，谁会不喜欢？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，母亲重病，弟弟还小，我不得不慎重。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？真是因为什么狗屁骄傲，等着谁先开口吗？但凡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，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？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，可是，而且。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！有人抢，什么都香了。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？他们青梅竹马，我就算全力以赴，也未必就能得到他。后来你来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，你完全不会遮掩，你知道吗？我既希望你赢。我又怕你赢。原来你喝多了，这么坦白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你是比我聪明多了。是啊，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呢？希光，你不会以为庄旭还什么？哼，我不会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啊，不是，我一瓶都没有喝哦，我口渴了。啊。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。到了。
玩得开心。晚点见。